好，哪一题8:09。我要去，大家看到日本 YouTube 里面的那个生存游戏公园，去那边体验日本的生存游戏文化。好啦，我们现在来到最有名的啊！如果大家有在看日本的生存游戏的影片的话，就知道这个 Tokyo Sabage 啊，这个非常有名。来看一下这个环绕一下，转一圈，可以看到它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产业链的吧。这我觉得很屌，因为它不只是说有场地，它还有餐车啦，然后贩售部啦，男女更衣室、男女厕所，更衣室跟厕所是分开的。但是看到里面，我们感受下来是非常干净，都觉得啊不得了不得了啊！而且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餐车，那个餐车呢，就是你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休2点哦，很长的时间让你可以去吃饭，非常的方便。各位觉得价格会高一点，因为我们玩全天的话是4000日币，吃的东西可能是要800日币以上吧。我刚刚看到好像差不多800日币以上，但是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过来这边体验。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图还有停车场。停车场的部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长宽。它的宽呢是35.82公尺，长呢是53.17公尺。以上测量都是由 Google 地图的测距下去测的。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场真的可以停蛮多车的。然后这个是他们训练的，就是有点像是 IPSC 啊、IDPA 啊，就是移动射击训练的那种打靶方式。那训练场隔壁呢，他们又另外规划了一个 CQB 训练场。那目前看得到，它现在还在建制当中，还没用好。那之后有机会来的朋友呢，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已经开放了。那在我们旁边看呢，就看到他们的归零靶道。那经由 Google 的测距下去看呢，大概是65公尺左右。那他们靶道有8个靶道，那前面3个呢主要是测速区。通过画面就可以看得到，它上面有写弹数测定优先，也就是说前3个靶道是优先给测速的人做使用的。我觉得这个点还蛮好，可以让台湾的场地方多去参考他们的做法。那靶道跟 CQB 训练场的中间呢，就有吸烟区啊，吸烟区旁边就有几台贩卖机，就是提供大家可以买一些饮料啊，然后抽烟聊天的地方。那另外跟大家说，喜欢猫的朋友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就算你不打枪，你可以把你女朋友或者是老婆丢来这边，让她来这边玩猫，她就很高兴的在这边待一整天都没关系。那入场地方呢，有提供一个简单的，我觉得应该算是蛮精细的一个场地地图，提供大家可以做一些战术的讨论。接下来的话，下面可以看得到CQB 城镇站，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是这样讲，它是说沙漠地区啦，非常的大。你不要看地图这样小小的，实际上它非常的大。那另外呢，他们的活动场地呢有一个梯形天桥的设计不只是给场地方来去做一个监督的动作另外呢就是有玩家阵亡了不想要回去休息室，想要在场上观看的话，也有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地方给玩家去做一个观战的动作。那也方便提供有想拍摄但是没有玩的朋友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全景的拍摄。这个部分呢也蛮值得我们台湾的场地方做一些学习的。那我们现在就下场玩给大家看 ，Go！ 这边先等一下，这是去日本打生存，特别感谢4UAD 提供 HUB 皮以及防护喷剂，还有 HUB 座送给我们家小罗，装在他的大使上面。另外呢，感谢 TBRN 提供他们家的红点瞄具，这款瞄具抗震程度他们有拿去菲律宾测试过，防水程度也做得不错。那这次来日本就把它带下场做使用。CQB 里面，CQB 里面。没有了，再见。慢。
面白い出た。Go。这个，来。好，那我们今天就请到我们场地方的工作人员Takamori桑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日本打法。因为我相信各位应该会很好奇，到底台湾跟日本有什么差别？请我们的Takamori桑来帮我们做一个讲解一下。然后我们首先问一下初速的部分好了。10ルチにして 0.989 ジュールという風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BB 弾の、0.2 グラムのもので撃った場合には、98.9 メートル毎秒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初速になります。在以日本的初速下来，1角内1.2的子弹打到初速98以内每秒的话，那就是日本大部分枪支法规的初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也是在问，到底日本可不可以打到.25以上.3、.32的弹？因为我们平常台湾就打.32的 BB 弹，会比较稳又比较远，但是日本好像有一点不一样。那请我们的Takamoriさん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結構地域によって主流が変わっていまして、ここ関東でいうと 0.25 グラムが結構主流、関西の方になると 0.2 グラムが主流形ですね。当店の東京サバゲーパークに関して言うと 0.28 グラム、0.30 グラムまで使うことはできます。他是说在关东跟关西比较不一样，关东的话 0.25 是主流，0.2的话是在关西是偏主流，在这个场地的话它是 0.28 到 0.3 都可以使用。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会疑问，不止我，帮 Q 毛哥哈 ，Q 毛哥也问一下，台湾的打法基本上是属于压制型的。如果各位有去特别在专精在玩的话，就是属于压制型。可是看到日本玩法是，这样出去，这到底这个打法的好处跟它的缺点差别在哪里？その件に関して言うと、いわゆるその制圧射撃、撃ちながら敵の頭を出させないっていう戦い方をすると、いわゆる戦いにならない、ゲームにならないっていうスポーツ観点、スポーツ目線で言うと、相手に反撃の隙を与えるっていう意味合いが強いです。なのであえて敵がいなかったら撃たないっていうのが、日本の方では基本になってます。はい、なので相手がいることを確認して撃つ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イックショット、相手に撃ったら自分も顔を引っ込めると撃たれないので、撃って引くっていうことが多い。やり取りしたいみたいな。そうですね。あとはその UAB、ペイントボールから来ているスピード QB、バンカーエアソフトあたりの競技の傾向から取り込まれて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はい。他是说，在我们平常说的所谓的那个压制型的游戏的话，在游戏中来说，就比较让对方没有办法有游戏体验，因为对方就会一直被压制到不能出来。在日本的习惯的话，他们是出来看到人确定之后再开枪，而不是说看到有人在那边之后朝着那边疯狂压制的打法，是比较有来有往，所以他们就是会变成这样子打的方式会比较多。以外，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刚刚提到说 UAB 跟 Speed QB 或者是都是从像是气弹那种的人，他们是从那一边收取过来的一种类似那种特化生存游戏的方式在做游玩的这样。了解。その場合で言うと、クイックショットをし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っていうものが相手がこっちを見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ことになるので、クイックショットを打つことで相手の頭を下げるっていう意味合いもあります。なので、出しっぱなし、いわゆる、相手をロックしている状態だと、こっちもクイックピークをするのは非常にリスクが高いんですが、クイックピークを成立させると相手に弾を通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相手の頭を下げ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て、こっちが逆に、攻勢に出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なってくる。他说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开枪的时候会让对方有一定压制性，对方头会缩进去的情况下，反而变成说你可以转守为攻，比较好去做攻击。哦，了解。对，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出来开个2枪，确定你收回去之后人就出来了。对。那他们会预先瞄准，就是只要这样子看再这样出来。そうですね。哦，了解。接下来就是台日友好时间了。今天我们有带我们台湾的一些赠品及小礼外送给我们Takamoriさん，来给他，来。可以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谢谢我们的Takamoriさん来接受我们这次访问。好，那今天差不多在这边，那我们就回台湾再讲。OK，Go。
我觉得我在日本这次发现，虽然很多都很好，但是有一些小缺点，或者是说我们台湾人会觉得非常不习惯的地方。那如果有玩瓦斯枪朋友都知道，如果气温太低的话，对于瓦斯的表现以及它性能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另外再加上他们法规的关系呢，只能用8公斤或是134A 的那种瓦斯哦，打出去真的像小罗那样讲的噗噗噗，各位能够想象得到吗？他打出去那个弹道落在45公尺之前就到地板上面了，真的被打到，我真心觉得真的是不痛，就没什么感觉，然后就是这样。轻轻碰到而已，就这样子。有时候真的是被打到还不知道是被打到，又或者是说被流弹打到。台湾在亚洲里面其实算是生存游戏天堂的一个主要的基地，也希望大家好好爱护。